世界各大媒体对日本的报道。日本简报由6度简报6dobrief.com 制作。日本扩大对全球南方的支援，应对中国。日本时报：日本决定加强对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被称为全球南方的基础设施支持，以减少他们对中国和俄罗斯在电池和太阳能板等关键材料和组件方面的依赖。在更新扩大基础设施出口战略时，日本政府连续第2年避免提及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因为自2022年2月以来，莫斯科一直在与乌克兰交战。在于5月21日结束的广岛7国集团峰会上，这些先进经济体的领导人同意在今年年底前建立一个框架，以加强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相关产品的供应链。在修订的战略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政府承诺加快对全球南方的基础设施发展提供支持，包括制造基地、交通网络以及氢能和氨的利用。与此同时，日本已放弃了深化与俄罗斯在港口开发、医疗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的计划。该计划最早由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在2016年与普京总统会谈中提出。政府在其2020年战略中设定了一个目标，即到2025年将日本公司的基础设施订单价值增加到34万亿日元，2430亿美元。2020年的订单价值为24.4万亿日元。奥斯汀表示，美国将与日本和韩国站在一起。多伦多星报：日本和美国在面对来自中国、朝鲜和俄罗斯等地区威胁的压力下，迅速改善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在美国的推动下，东京和首尔还讨论了实时共享朝鲜导弹发射数据的问题。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昌明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四表示，他们需要加强日美合作以及日美韩合作。两国批评朝鲜周3的火箭发射失败，该火箭使用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禁止的弹道导弹技术，并在再次发射尝试时确认将进一步与韩国合作。根据日本与韩国改善的关系，东京和首尔正在讨论实时共享朝鲜导弹发射数据的问题，这是在面对来自中国、朝鲜和俄罗斯等地区威胁的压力下，受到美国的推动。奥斯汀表示，美国将与日本和韩国站在一起，面对朝鲜的挑衅，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保护我们的国土和保卫我们的盟友的安全。奥斯汀和滨田还同意加强对日本的扩展威慑力量，包括美国核武器。奥斯汀表示，我在这里重申美国对日本的坚定承诺，包括通过全面的美国常规和核能力提供的扩展威慑力量。两位部长还同意加强和扩大国防工业，并加强与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印度等多国合作，以加强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根据日本去年12月发布的新安全战略，日本承诺进行军事建设，包括具备打击能力和加倍国防开支，这是与战后仅限于自卫原则有所不同的做法。美国、菲律宾和日本首次联合海军演习，中国加大力度。半岛电视台：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计划在南中国海展开海上演习，这是3国之间首次进行此类演习，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中国在该地区活动的日益关注。此次演习将于周4开始，在菲律宾的巴丹省附近水域进行，将持续到6月7日。此举发生在华盛顿加大在该地区的军事外交活动之际，与盟友和伙伴国在南中国海、台湾周边水域以及西太平洋举行更频繁的军演。中国也在这一战略水域加大了军事演习的力度。今年以来，中国已经与老挝、新加坡和柬埔寨进行了军事演习，并计划派遣战舰参加印度尼西亚主办的多边海军演习。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阿曼德·巴利洛周一在马尼拉告诉记者，3国的联合演习是美国和日本的倡议，而澳大利亚将作为观察员参加。他表示，菲律宾将派出4艘船只，美国和日本各派出1艘船只，参与旨在改善搜救合作和执法的演习。菲律宾在2月份被日本和美国邀请进行联合海上演习，正好在同1月份，菲律宾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挑衅行动，而中国几乎声称该地区的全部主权。巴利洛表示，这是海岸警卫机构之间的例行活动，没有任何问题与同行进行演习。自费迪南德·马克思接替侵华前任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担任总统以来，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频繁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并试图与菲律宾加强合作。菲律宾对中国在该战略水域的行为越来越有声音，包括对中国声称在争议水域对1艘支援船只使用军用激光的指控。巴利洛表示，即将举行的海上演习将包括反海盗模拟和可能涉及运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船只拦截演练。
中国也在加强与其南方邻国的军事合作。5月份，中国与其内陆邻国老挝进行了罕见的联合军演，并与新加坡在南中国海的南部海域举行了军演。今年3月，中国和柬埔寨首次在柬埔寨水域举行了军演。中国国防部周三表示，将派遣配备导弹的驱逐舰湛江号和护卫舰徐昌号参加印度尼西亚马卡萨尔举办的2023年多边海军演习。雅加达已邀请包括朝鲜、俄罗斯、韩国和美国在内的47个国家参加，将于6月4日至8日举行的演习。中国还计划与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的一些国家，包括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举行联合演习，名为亚马尼友谊2023。中美两国的关系紧张，两国之间在台湾、中国的人权记录、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等方面存在摩擦，是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摩擦。日本2022财年税收收入或创历史新高，可能达到70万亿日元。日本时报，日本2021财年的税收收入可能首次达到70万亿日元500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高于2020年的61.53万亿日元。这反映了消费税收入和公司支付更多税收。因为 COVID 的负面影响减弱，尽管由于一些公司需要纳税，该数位尚未最终确定。服务业正在追赶制造业，防病毒限制解除，有限的入境旅游推动了需求增长。日本日益严重的垃圾污问题引发了有关社会孤立的问题。南华早报，日本的垃圾房屋问题正在愈发引起国家关注。这些被称为 Gomiyoshiki 的垃圾房屋是当地的眼中钉。房主将大量垃圾倾倒在街道和周边地区，吸引了害虫，并给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带来了问题。位于横滨姬子区的一座3层家庭住宅就是其中之一，其内置车库的屋顶堆满了箱子、家具和塑料袋，街道上还堆满了箱子、购物篮、折叠椅、防水布和散落的木块，垃圾甚至侵占了邻居的停车位。根据环境省进行的首次全国范围的研究，已经确认了超过5200个被视为地方社区特别关注的垃圾房屋。垃圾堆满的物业数量最多的是东京，有880个案例，其次是日本中部的爱知县，有538个问题物业，以及东京以东的千叶县有341个问题物业。尽管2017年的一项独立研究报告了全国250个市町村的问题，但环境省的报告表明，目前有661个市町村正努力鼓励或强制房主整理房屋。读卖新闻周一的社论呼吁国家政府通过新立法来解决这个已经成为全国性关注的问题，而不是将问题留给地方当局。当地居民抱怨某些堆满垃圾的物业在炎热的夏季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而其他物业则成为蟑螂和老鼠等害虫的滋生地。另外，庭院荒芜可能会波及到邻近的物业，甚至存在老旧木质房屋因内部堆积的垃圾重量过大而倒塌的可能性。环境省的研究得到了超过1700个市町村的回复，其中101个表示他们已经制定了要求房主保持房屋整洁的地方条例。114个市町村建立了帮助那些失控的囤积者的计划，包括提供财政支持或由市政工作人员处理过剩垃圾。东京足立区的通信教授渡边成表示，由于某种变化影响，大多数垃圾房屋是人们无法应对新情况的结果。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因各种原因需要日常生活支持，可能是由于年老、孤立、精神或身体残疾等。随着日本社会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如此快速的变化，这些人发现过去可以依靠的家庭或亲密社区已经不再可用。渡边还表示，垃圾房屋问题可能正在变得更加严重，仅仅是因为它成为了媒体报道的热点词汇。这些房屋在这些报道之前就存在，但一旦开始使用这个术语，媒体开始报道这个问题，人们就更容易看到它们了。首尔、东京二战细节不会透露，最高法院规则。南华早报，韩国总统改善与日本关系的努力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援。外务省被允许拒绝透露有关韩日协定的细节，该协定于2015年签署，涉及二战期间日本帝国军队使用力。该协定极具争议性，人权组织批评他们声称，在签署协定时表现出仓促，很少考虑受害者，并被其他人视为最后通牒。最高法院表示，下级法院的裁决是正确的，符合公共资讯法。日本简报，全球了解日本最快捷、简约的媒体。请通过6dobrief.com6度简报订阅。